天定，运游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那各位朋友，今天呢是农历乙巳年蛇年的大年初三。那三亮道人呢，我怀着满满的祝福，向每一位朋友拜年了啊！愿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财源广进。那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这一份来自春节的喜庆和祝愿啊，都会伴随您的左右。那今天的直播，那我们与您一起分享喜悦和幸福。那也分享大年初三这天的习俗和禁忌，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天的特殊能量为您增运。大年初三呢，是春节期间的一个特殊的节日。那也被称为是猪日，啊，属猪的猪。那为什么叫猪日呢？因为这一天呢，它以其独特的传统习俗、禁忌和文化象征，传承了中华文化中的祈福精神与辟邪的智慧。那作为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猪日呢，代表着富足、安康和幸福，那同时也有着需要注意的细节和增运的讲究。那以下呢，我会慢慢的给大家从这个习俗禁忌以及增运的方法等多个方面详细的解析大年初三咱这一天的这个文化意义，帮助呢大家在新年中开启好运。确实这样啊！今天一大早是被这个爆竹声给吵醒的。对，这个按照我们当地的那个习俗呢，就是其实，在春节期间，这个鞭炮是要放很多挂的。我就记得这个年三十的晚上当然今年没有年三十，今年是29是除夕。年三十的晚上12点的时候，对，当天晚上吃年夜饭之前是要放一挂鞭炮的，对吧？然后呢，到这个12点，要放一挂，那就是交接了嘛，是吧？对，新年和旧年的交接了，对，要放一挂。对，好像第二天早上天不太亮，还要放一挂，还要放。然后呢，还有就是初三的早上，感觉鞭炮声是最密集的。对对对。按我们那一带的那个风俗，因为咱们中国太大了，就是好多地方，上一次咱们也聊了，很多地方风俗是有差别的那在我们那一带呢，是把初三当作开市的时间，就是有的地方是初五，对，所以我说是不一样的嘛。我们那个地方初三是当作开市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是一到初三的早上，那鞭炮声你基本上睡不着觉。这个开市嘛，做生意，大家都还想赶个早，所以那天鞭炮响的就特别早。对，所以你看，就是中国短短的一个春节假期，它其实体现了好多不同的这种风俗习惯呀，是吧？我想今天这个大年初三呢，道长您还是先给我们讲讲初三这一天都有什么讲究，有什么风俗。好，那大年初三呢，还有个叫赤口日这个说法。那赤口日呢，是禁止外出争吵，民间也将初三这一天称为是赤口日，那认为这一天容易发生争执和口舌之争，因此呢，大多数人呢会选择留在家中与家人共度时光，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或者是不必要的一些纠纷那传统的咱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赤口的说法它是来自于古代道家的这种传统理念认为这一天呢，阴阳气场不够平衡，可能会引起一些冲突。那因此呢，这一天建议保持低调不进行重要的商业谈判或者是决策。那与此同时呢，也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言行和态度避免无意之间发生这种误解或者是矛盾。我记得咱们在昨天和前天，也就是初一、初二的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其中道长也提醒到我们了，就是在节日期间，尤其要注意这个我们说口下积德，
是吧？对，多说一些吉利的话，吉利的话，对吧？见人了，这个多去讲一些吉祥的话呀，拜年的话呀。对对，其实也是为了这个气场能量。道长您一直提的这种各种波动也好，那我们正能量的波动多一些，可能各种纠纷和问题就少一些嘛。但是听刚才道长您讲的意思，那初三这一天还有点特殊，因为这一天可能从风水上或者从这个五行运转上来说，它是容易出问题的一天。对，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哦，所以说呢，尽量的避免外出啊，还是在家里边和家人团团聚聚的，这个共度这个春节这个喜庆的日子。那这样也对，因为道长您看，我们经常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趋吉避凶。对，那这一天可能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们就避一避嘛。对，尽量的避一避。对，主要是还有一些这个地方呢，在初三这一天是上坟的一个日子。哦，这个你像河南地区，就是如果这个出嫁的女儿，她的父母有一方去世了，她不是初二回娘家，而是什么呢？初三回娘家。哦，初三回娘家，然后先去坟地祭祖，上坟，然后呢再回娘家，这么一个习俗。就是女方的父母。对，女方的父母。所以说，有些地方呢，他这个上坟的时候反而是放在初三这一天。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那我们再说说这个祭拜灶神与祖先。那大年初三呢，它也是祭拜灶神和祖先的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呢，祭拜的仪式被视为春节祭祀活动的延续。那通过焚香供奉来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这种感恩，同时呢，祈求来年的家庭平安、事业的顺遂。那道长，我们在初三一般叫接灶神，是这样的，对吧？对。那这其实是和这个过小年的习俗是连在一起的。对，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小年23，这个过鸡灶也称为是小年。那这个灶神呐，灶王爷他要上天汇报你这一年做了哪些好事儿，哪些这个坏事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腊月祭灶那一天呢，要吃这个糖瓜？对，糖瓜，那个叫麻糖，我们这个地方叫麻糖。麻糖。就是让灶王爷多说甜的好的事情。对，我们那也有这样一个这个习俗嘛，就是您说的你们那叫麻糖，我们那叫那个糖瓜。糖瓜其实就是那个麦芽糖对，麦芽糖熬的那个麦芽糖，然后拉成一根一根的，像油条一样。是的。这个贡品里面，当23祭灶的时候，贡品里边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对，说是让这个灶王爷嘴巴甜一点，上天言好事嘛。对，上天言好事那么那送上天了，还要接下来呀。那初三这一天就是迎接灶王爷的这个日子。汇报工作结束，回来了。如果你家里边如果要是供有这个灶王爷的神像或者是画，可以把这个神像画供在厨房。我们前2天还说了这个供神像的一些这个忌讳。对。其他的神像，你比如说像财神爷、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佛祖这些神像是不可以随便乱供放在像厨房、卧室、卫生间，这个餐厅都是有一些禁忌的。那么只有灶王爷可以供奉在厨房里面，这就是他的地盘。对，这就是他的地盘。所以说呢，这一天呢，我们可以请个灶王爷的这个神像或者是画。很多时候呢，你像河南地区、中原地区它有这个木板年画。对，这个木板年画印的这个也很有传统意义的那个画，印的5颜6色的，印在一张纸上，你可以贴在这个灶台正上方，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真的有印象，就是尤其那个小时候去假期去农村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灶台上嘛，因为就您说的那种，后来长大了知道那种画叫木板年画，对，就是一张很薄的一张小纸哈，大概有一个开封朱仙镇，对对对，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 A4 打印纸那么大，纸也很薄，对，然后呢就那时候就很奇怪，就感觉看那个农村厨房的那个灶台间那个墙上就贴有一张。他可能都已经，您看小年23，有时候基本上贴了1年了，就黑黑的，显得很旧嘛那种感觉。哎，小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去问吧，大人不说，就是小孩子不要问，就感觉很神秘。所以你讲的这个还真是印象特别深刻。对，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刚才我们讲到小年23送灶王爷这个回天上，这个我们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那天晚上的吃的那顿晚餐，家里人是能回来一定要回来，就是一家团圆的这个，也就小年23的时候。小年也是非常重要的嘛。是的，是的，是的。在很多地方，这也是像我们说过大年一样去隆重的这样的一种。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灶王爷23送灶神，然后初3迎灶神。那迎灶神的这个祭拜仪式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呢？需要给大家提醒。当然是有些讲究的。那迎灶王爷，我们要做好祭拜的一些准备。那首先呢，我们要备一些贡品。常见的这个贡品包括了这个素菜、糕点、水果、清酒象征着感恩与清净素菜素菜尽量的不要备这个荤菜。我们在给不管是供哪一个神仙，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太上老君爷、财神爷观音菩萨这些上供，假如果有这种供台供桌的话，神坛尽量的都供一些素菜不要供这个荤菜。然后呢，点心、水果这都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包括清酒。我记得我们当地还有一些叫供馍。馍也可以专门蒸的这个白面馒头，然后呢，馒头是吧？对，然后还专门用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是红色的什么呀，就是再给上面再点上，专门点的有红色的。有的放上那个枣，有的叫我们这个地方把那个放枣的那个馍会弄得很大，像一个山一样，好多层，像一个像生日蛋糕一样，是吧？对。过去中国没有生日蛋糕，就是用这个来做供奉或者是有什么大的事情结婚这个红白喜事的时候是要做这个大馍。说到供馍，道长，就是我以前跟朋友们闲聊的时候说起过，又是我自己的事情。这个因为道长你也知道，我对咱们这个宗教文化一直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有些事情我就记得特别清。我跟很多朋友闲聊起来，他们都不相信，说哎呀，你这就是巧合了就是心理作用什么的。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我那时候应该有10岁左右了，因为我们家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人比较多，一到过年的时候，基本上几十口人就聚在一起了。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奶奶给那个灶王爷，那现在想想应该是23祭灶嘛，上的贡品里边，其中有那个就我刚才讲的馒头，白面馒头圆的，上面还用筷子点上有红色的点儿。就是在我奶奶端着那个去往这个灶台去往上摆放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就感觉很好奇，这个馒头上面为什么要有圆点点？就一伸手就抢了一个，关键是还吃了一口，咬了一口，吃了。吃完之后，道长您都很难，您那个小年，那好歹家里也做了很多好吃的呀。您不知我是怎么过的。晚上我就开始牙疼。不是一般的疼，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呢？就是疼到就没法吃任何东西。这么严重？对呀，一直疼，到最后那个小年夜，大家都吃吃喝喝的，我最后吃的什么？所以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清楚呢？小时候做的那个街上卖的那种鸡蛋糕，我们叫鸡蛋糕，就是那鸡蛋面粉做的小点心吧，那个年代的小点心，那是最好的东西了。
鸡蛋糕我都吃不动，用水泡着鸡蛋糕吃了2块。看看让你多吃那一嘴，所以后来连年都没过好。后来每次有时候闲聊起来，我跟朋友聊起来，大家说啊，你那是赶巧了，怎么可能啊？小孩子吃一口贡品就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中国很多神秘文化、宗教的这些讲究，我觉得我一直是很敬畏的。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些道理在里面的。对，比如说贡品，是吧？对对，啊，这个是给神仙供的，所以一定要敬畏。但是，小孩儿不懂，所以说得受一点小小的惩罚。那最后你的牙是怎么治好的？那第2天就慢慢好了呗。然后，但是我知道我奶奶就是当时我一把那个馍抢过来，咬了一口以后，我奶奶就把我先训了一顿之后，然后立马就是去那个就是还把它换了一个新的嘛，然后立马摆好，然后就现在想想应该是跪在那去祈祷啊，或者说应该是应该有这样。包括那晚上我牙疼的时候也是，小孩小嘛，疼了就一直在那闹嘛，然后看就是我奶奶也是一直在那去祈祷吧，一会儿去祈祷一下，一会儿去祈祷一下，就这样。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你想一个小孩子在大家都在那天都在大吃大喝的时候，然后自己牙疼的什么也吃不着，所以这么多年我的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去抢了一下那个贡馍去吃。所以说这个头顶3尺有神明啊，那当然这个我们既然供奉了要祭祀，那祭祀的这个时间啊，通常我们会选择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进行。因为这个时候呢，阳气比较旺盛，有助于这个增强祈福的效果。那祭祀呢，它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静庄重，而且还要专注，不能嘻嘻哈哈的嬉笑吵骂，随意的离开供桌，拿着供桌上面的东西就吃，就像你犯的那个错误，那是坚决不可以的。那这样呢，也是表示一种对神仙的一种尊重。但其实就是对于贡品，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怎么说呢？应该是有一个自己的流程。它也并不是说贡品我在那供好多天以后，它应该是也不是说不能吃，对吧？它应该是有讲究的，是这样的吗？有讲究的啊。那首先我们祭祀上这个贡品它是不能动的我们要这个把贡品摆好然后上香有的呢可以烧点这个元宝给神仙烧点黄表纸这个然后这个到下午以后，或者是到第2天想吃这个贡品的话是可以吃的，因为给神仙老人家这个供了以后，当然你得先供老人家然后呢你后面是可以吃的，吃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对孩子呀身体健康家里边的这个福运呢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不能还没供上，或者说你刚刚供上还没有上香这神仙这些天尊还没有吃你就拿起来吃，那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贡品在你完成这个供奉的仪式之后吃这些贡品，其实对孩子们对老人其实还是有好处的。有好处的但是一定最少你得把那个香让香烧完，上的香烧完以后你才能吃。就这种礼仪和尊重是要摆在前面的，否则就会像我那样。那肯定是灶王爷看着你是小孩，不跟你一般计较，给你点小小的颜色看一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3的传统习俗和一些注意的这些禁忌的知识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我们还继续说这个大年初3的一些禁忌吧。还有呢，这一天呢不宜串门或者是拜年。初3呢这一天呢，它并不适合走亲访友和拜年，因为赤口日容易引发口舌之争为了避免呢误会
或者是争执，大多数人呢会选择留在家中，与家人一起享受宁静的时光。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有的地方呢，初三这一天还要去祭祖，还有一个呢就是祭大扫除。那虽然呢，厨房清理是初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习俗，但是呢，不宜进行全屋的大扫除，因为民间认为这一天大扫除可能会扰乱到家中的福气和财运，尤其是在猪日这一富足象征的日子，更需要保持家中的气场的稳定。我觉得也挺好。这个并不是说我这种懒人偷懒啊，这个大家也都忙了一年了，这个春节有几天假期是吧？我觉得就这样顺从这种，你看传统习俗也要求我们这样，对，可以偷点小懒嘛，不用每天那么勤快的早上一起来就把屋里打扫一遍，也挺好。反而呢也顺从了这样一个传统习俗。是说起这个该休息休息，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边实际上很注重这一点的，因为冬天呢，这个过去的农忙季节已经过去了。对到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聚集到一起，串串亲戚啊，走亲访友啊，喝喝酒啊，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包括这个动土，就是比如说想盖房子呀，动土什么的，都不能在正月里面去动土。它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就神仙也要休息。在春节期间呢，这个也会这个，你像动土这是整个这个月都不让动土的，比如说搬家呀，甚至结婚呐，都在这个月基本上都是停止的。是因为神仙也要休息，何况呢人间的这个百姓，所以说这百姓呢也是趁着这个时候呢，好好的多休息休息，没有必要从年头拼命到年尾。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道家文化里边特别讲究的就是你一定要和天时地利去顺应，对，而不是逆着它来做，对吧？像道长您刚才讲，你看秋天我们有个词说秋收冬藏，对吧？冬天这个万物肃杀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那既然大自然让你觉得不适合在外面运动的时候，那你就应该顺从它，对，你就应该顺着这个事。那我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初三大年初三出去了，更容易引发这个口舌是非，那我就少出去呗，我何必去？就是说我们还怎么说这个。君子不立危檐之下，是吧？那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你还要往那凑。我记得道长您经常讲一句什么话呀？就说怎么讲的那句话我忘了，就意思就是谁也救不了你自己非去找死，这找不痛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谁也帮不了你呀，对，是吧？尽量的避免一些这个不利因素的事情发生尽量的待在家里边，亲戚朋友多聚一聚。对。另外呢，还是避免说一些这个不吉利的话，因为你所说的每句话它是有能量的。别看我们上个香在这个祖师爷面前呢，祷告保佑我们家平安健康，这都是有能量的。对。上香有能量，说话也是有能量的。那个不是总是说日本的那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放了两杯水，一杯水呢这个天天对着他骂，另外一杯水呢天天说好话。骂的那杯水它上冻结的晶，那个冰花都特别的是不规则。我也看过这个，它就是那个分子之间的排列组合，它是乱的，很不好，很不规则。对，它结的晶也不好看。对。还有人做的实验就是对两盆花，一盆花植物我也想说这个，是的。你要天天对着他说好话的话夸赞他，他会长得。他说一个嘛，一个是经常给他播放那种特别优美的音乐，一个就给他播放那个噪音，各种噪音。对他这种所有就是你给他说这个话呀，它都是带有能量的，所以一定要学会口吐莲花。不能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因为初三仍然是春节庆祝期间避免说，比如说像这个死病穷这些不吉利的话的这种语言
啊，多说一些吉祥如意的话，啊，保持愉快的心情，可以为新年带来更好的运气。是的，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些呢，还是不要熬夜啊。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这个上网打游戏，啊，这个习惯了，一打就打到后半夜。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熬夜是慢性自杀的一种，所以说呢，尽量的还是不要熬夜。那初三这一天呢，讲究是早睡早起，避免因为熬夜破坏身体健康和整体的这种气场，特别的是在吃口日的夜晚，啊，极度的疲劳可能会对健康这个和运势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觉得道长您最经常提醒我们的就是日常对自己，就说你很容易能做到的，就让自己很健康的方式，对，你就一定要去做。比如您经常提醒我们这个，一个是熬夜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最好能经常的有一些适度的运动，对吧？那我想，其实我们说身心是相关的嘛，你把身体的状态，就像您刚刚还在说这个。整个能量的这种调整啊，对吧？整个这种气场的平衡啊，我想可能你身体的健康的调试到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状态了，可能对你的心理呀，对你的健康呀，那你心情好了嘛？你再见到别人，可能我们说这个与人产生这种争执呀、纠纷呀、口舌官司呀，可能也会少一些。对啊，对。为什么我们尽量的就是建议不熬夜，因为到晚上啊，这些各个脏器官它是要休息的，相对应的这些器官，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子时是这个肾啊泌尿系统，那这个它会影响，如果不休息的话，这个泌尿肾是生命之源呐。就是晚上夜里11点之后了，对吧？11点以后，如果不休息的话，它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会影响不光是肾系统，还会。因为它对冲的是什么午代表了这个心脏，子午犯冲，还很容易对心脏造成不好的这种影响，啊，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养成习惯了，每天的后半夜的2、3点才休息。哦，他是20多年如一日，因为和他原来那个关系。有关联，因为他原来那个工作呢，是搞这个策划，啊，每天抽着烟呐，写策划呀。白天他往往写东西，对，就会觉得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不受打扰，是吧？对，这个效果好。对，所以说他养成习惯了，结果年纪轻轻4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中风，变成了偏瘫，现在说话走路都基本上失去功能了。现在真的是，就您刚才讲的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对，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三十来岁的人是吧，就开始这个血脂、中风、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这种。对。猝死的也是特别的多，现在。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熬夜。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你比如说。练练道家的这个静功啊，呼吸功法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拔地气、踩气，哎，这不需要那么大运动量的运动，或者是慢走、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中年人以后啊，更不能大运动量去做这个运动，像羽毛球、足球，像40岁以后的人尽量的避免这么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3的传统习俗和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啊！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好，我们再继续说，如何通过这种什么方式来增运？那这一天呢，我们可以通过风水的这种布局来增强家庭这里边的气场。
你比如说摆放猪形的吉祥物，啊，有的小猪啊，做的很可爱，小金猪啊，那种小金猪那个还挺常见的。这个因为猪象征着富足与幸福，那在家中的东南方位摆放猪形的摆件，啊，或者是这个毛绒玩具小猪啊、陶瓷小猪啊，或者是与猪相关的饰品事物，都可以用来这个强化家庭富贵的这种气场。我说那有几年特别流行那个，我不知道小金猪金猪的存钱罐。存钱罐，对，啊，看来这个也是，现在想想这些因素也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看刚才道长跟你讲，猪象征着这个富足，富足，对吧？他又给它做成存钱罐，对，还是金色的。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点燃这个香薰或者蜡烛，啊，这选择檀香啊、茉莉香或者玫瑰香的这种香薰，在室内呢点燃香烛啊，能够驱散晦气、清新的空气，同时呢还可以提升家庭这方面的正能量场。好，还有这个提升财运与这个事业方面。那在西北方布置金属的摆件，比如说，因为这个猪的五行它本身是为水，水是生财的，而金呢又是生水的，所以说呢，将金属摆件，比如说铜钱、金元宝啊，或者是龙龟放在家中的西北角，它是有助于强化家庭这种财富的运势。啊，就像我们刚才讲金色的小猪，对吧？对，它也是把这些和财富相关的元素集中到一起了。对，啊，它既能又存钱，又能够旺财，所以说呢，哎，这个金色的，如果你能买到这个小金猪的存钱罐，家里边放一个还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也可以摆放一些这个水养的植物，啊，比如说在客厅或者餐厅中呢，放置水养的植物啊，比如说这个富贵竹啊、水仙花啊，既美化了环境，又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财富。这个季节还真的是正是养水仙花的时候。对，很漂亮，放在家里边放一盆。是的，这也占不了太大的地方。对。再一个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啊，也可以增运。那寓意着美好的增运的食物，比如说鱼。你看鱼，我们这个春节时候都是离不开的，也代表了年年有余。初三呢，吃鱼啊，象征着年年有余啊，蒸的鱼或者是清炖的鱼都是比较好的这种选择。鱼头朝内摆放，寓意着财运流向家中。鱼头的方向要朝着内，因为我们也认为这个鱼就是财，所以说呢，鱼又是代表了年年有余，我们吃鱼就把财给它这个吃进来。道长，好像我觉得鱼在风水里边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物件。对，你比如说我们在摆放风水旺财局的时候，一般也会运用到鱼缸，弄一个金鱼缸，里边养几条鱼，哎，它也会招财进宝的。再一个呢，我们还可以吃饺子啊，饺子呢，因为有的地方呢，它包的像金元宝一样啊，所以呢，在大年初三的家宴当中呢，加入饺子不仅美味，还能增强财运与福气。还有个年糕，年糕是起到步步高升的寓意。那这个甜的年糕象征着事业高升和家庭和谐美满，是初三增运的经典选择。当然，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水果，吉祥如意的这些水果，包括橙子，代表了大吉大利啊。橙子是春节期间的吉祥水果。那初三吃橙子呢，或者在客厅摆放一篮子橙子，能够增添财运和喜庆。还有苹果，苹果呢代表了平平安安。对，那苹果呢寓意着平安幸福啊，适合初三时候呢与家人共享，或者是摆放在餐桌中心来增添福气。我觉得现在这个跟过去相比，现在真的是也更有条件来这样进行选择了。对，现在你看一年四季几乎什么水果都有，
啊，那天我还看这个大冬天了，还能买到柿子，对，也是一个寓意很好的嘛，事事如意，事事如意是吧？好事发生。所以现在也真的是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条件。对啊，在过去你想有这么丰盛的这种选择也不可能啊。对对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三的传统习俗和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禁忌的知识，那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再一个呢，我们继续讲啊，从穿戴上面，颜色的选择上面也是可以这个提升这种气场和能量的。你比如说这个黑色和蓝色，那猪的五行是为水，那水的幸运色呢是黑色和蓝色，所以呢，穿戴这些颜色的服饰也能够增强运势，提升稳定这种财运啊。还有一个红色，我们又提到这个红色，红色是春节期间它这个红色服饰不仅能够增加喜气，还能够驱散不良的能量，能够整体的提升气场。那所以说呢，建议这个红色呀是春节期间的百搭之色啊，它只要是红色的饰品、衣服、围巾、手链、腰带都可以。过年期间，如果你不知道穿什么，那就穿红的，对，准没错。是，所以说它与深色系的这个服装相得益彰，又美观又实用。对，好，我们再说说这个祈福仪式的这些增运啊。那大年初三呢，适合进行这个祈福祈愿的这个仪式。那祈福的步骤呢，一般呢我们是焚香祈愿选择清香型的这个香这个然后还有香烛用香烛点燃。我们在上香的时候，我们是先点燃蜡烛或者是油灯有那个专门供桌上放的油灯、长明灯。然后我们点香的时候，不是直接拿着香用打火机点，对，不是直接拿着火源就去点香对，是要在香烛上、蜡烛上点上香，然后再插到香炉里面叩拜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方面。我觉得回头等有时间了，这个道长可以专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日常上香呀、祭拜呀，其实还是有很多小细节讲究的。对对对，它这个我们叫一些这个礼仪或者科仪，道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是怎么拱对，这个香怎么上香怎么跪拜都是还是有讲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手写愿望我们用红纸写上新年的愿望，并将其呢摆放在家中的东南方，象征着愿望的实现与好运的降临。还有呢，就是家庭合力祈福，就是大家坐在一起一块吃饭的时候一块这个举杯这个共同祝愿，然后畅谈对新年的期待并在就是大家共同的主杯聚愿，这其实也是一种仪式。对，也是一种仪式。在这个合适的时间呢，一起分享年糕或者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美满。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多做一些这个善事儿。那比如说这个像大年初三呢，它是猪日，而猪象征着富足与无私的奉献。那在这一天呢，行善积德，不仅能为自己积累福报，也能为新的一年种下幸福的种子。捐赠年货或者是物品，将多余的这个食物或者是物品捐赠给需要的人，传递温暖和关爱。帮助亲友主动关心长辈或者邻里为他们解决问题，增强人际关系和和谐与稳定。哇，还真是！你看，我们通过一些文学作品或者一些影视，看到在过去经常有一些大户人家，对，就他有这个能力嘛，对，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专门去设一些
施舍一些粥啊、对馒头啊，对给一些无家可归或者有需要的人，对吧？对所以说，道长我们一直讲，其实行善积德就是最好的修行了。对，是这样的。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三的传统习俗和一些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一些禁忌的知识。那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好，我们再继续说，大年初三猪日啊，它是春节当中意义非凡的一天。那通过了解传统的习俗啊，比如说这个祭拜灶神与祖先、清理厨房以及注意禁忌与避免口舌之争。那不义呢，就是去拜年串门啊，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融入节日的这种氛围啊。同时呢，通过风水布局、饮食餐饮这些选择，还有这个祈福仪式和善行的积德等多种方式，我们能够在这一天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好运的加持。好，我们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再次为这个各位拜年，愿大家大年初三过得富足、和谐与喜乐，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福生。